好，大家好，我是凯夫啊。我们做这个消费级的外骨骼到现在其实也过了大半年的时间。那期间不只是我自己去测试，也包含了许多的这个体验者来店里面现场体验也好，或者是租回去体验也好，或者有实际上买回去给我们的反馈也好。这半年我们对于这个消费级外骨骼又有不同的一个认识。那我们希望趁这期节目呢，就来讲讲目前消费级髋部外骨骼最有名的2个品牌，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跟缺点，以及它适合或不适合什么样的一个人群。那希望这个影片呢，对于还在观察这个外骨骼的人，有一个更深度的一个了解，那更能知道说这东西，到底会不会对我有所帮助。那因为其实之前的话，我都是自己测试嘛，不论是 Hypershield 也好，或者是这个 VIGIX 也好，就像上个礼拜我也亲自带了2款型号的产品去走了一趟这个擎天岗到这个冷水坑这个冷情步道，但是我走完以后我就发现，因为我的身体状况是这样，那我能够得到的一个使用感受其实就是那样，也蛮主观的，也没办法代表所有人。所以说这一次节目呢，我们会比较深度的去分享一些实际上来我们这边体验的人他给我的一些感想。好，那为了这件事情呢，我们还做了一个表，这个表就是比较，这个是 VIGIX 跟 Hypershield 它2个品牌旗下的几个型号的产品，算是蛮精华的一个表，目前网络上应该是找不到的。好，那我们就根据这个表来稍微讲一下吧。好，那 VIGIX 的话，肯沁这间公司目前有2款这个消费级的外骨骼，分别是 Pi 跟 Pi Plus。好，那其实机器的话，我们这边也有准备。好，像这个就是 Pi Plus， 然后这个就是 Pi。好，那如果光看前面的话，其实根本看不太出来，所以说你看，我们也自己贴了贴纸，贴在这边，分别贴了 Pi 跟 Pi Plus。因为前面的外观是看不出来的，必须看它的后面。那像 Pi Plus 的话，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它有2个电池槽，并且一次可以装2个电池。然后这个是 Pi 的话，就是只有1个电池，另外一个地方是没有电池槽的。OK， 那除了这个电池可以装1颗跟装2颗，那当然续航力就是一个1倍跟2倍的一个差异之外呢。Pi Plus 还多了一个这个运动模式，就是它的马达可以支持比较速度比较快，比如说跑步这样的运动。那这个 Pi 的话是不支持的，所以说具体其实就是续航力跟那个马力大一点的一个差异。那至于 Hypershield 呢，他们就出了4个型号，分别是最入门的这个 X Go， 到中阶的 X Pro， 然后到之前的最高阶，本来是一个叫做 X Carbon 的。但是呢，他们这个上个月又推出了一款叫做 X Ultra。那 X Ultra 就我们知道它应该未来会取代 X Carbon 的这个型号。所以说未来的 Hypershield 应该仍然保持就是 Go、Pro 跟 Ultra 3个不同的一个等级。那这个 Hypershield 它的这个差异就比较大一点点。那像 Go 的话，它给的是1颗电池，就是这样子，1颗电池直接装在后面。那 Pro 跟 Ultra 都是2颗电池，但是注意这边的给的电池是2颗，但是实际上能装在机器上面的仍然是1颗，也就是你没电了以后，你要自己再去换下1颗电池。所以这个的设计概念跟这个 Pi Plus 2颗直接装在上面是不一样的。好，那除了电池的不一样之外呢，在这个输出上面，他们的马力输出上面也不一样。那 Hypershield 他们来标注这个电机马力的这个模式又跟这个 VIGIX 不太一样。VIGIX 去标注这个扭力用的是牛顿米Nm 的这个单位像 Pi 是10 Nm， 然后 Pi Plus 是15 Nm但是 Hypershield 呢，他们的 X Go 是用的是400瓦的马达。然后 X Pro 用的是800瓦的马达，然后 X Ultra 用的是1000瓦的马达，所以一个标的是电机的瓦数，另外一个标的是这个扭力。那实际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把都是入门款的 Pi 跟 X Go 去做比较的话，那 X Go 的这个扭力还是比这个 Pi 稍微大一点。那如果把这个中阶款的比如说 Pi 的话就是 Pi Plus 嘛。拿去跟这个 X Pro 去做比较的话，那还是 X Pro 的这个扭力会比 VIGIX 的 Pi Plus 稍微大一点。所以如果你很看重这个扭力它这个马达的动力的话，那 Hypershield 可能在这个地方就略胜一筹。那 X Ultra 我们有定了，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一直是缺货状态，
好，所以目前还没到。但是目前的数据上看起来，它1000瓦的电机又比 Pro 的这个800瓦又多了2成，好，所以说可想而知，它这个动力应该也是比较大。那除了这个电池的数量以及这个马达出力的这个瓦数不一样之外呢，就是在这个行走模式上面啊，它能够侦测到你的模式上面，哦，也有数量上的不同。好，像 XGO 的话，它支持自动侦测，就是6个模式啊，分别是走路、竞走啊、上坡跟上台阶、下坡跟下台阶啊，那就是这6个。好，然后 Pro 的话，就是在这6个的基础上呢，又加了另外4个。哦，但是多加的那另外4个让我比较有感觉的，其实就只有一个骑行模式，哦，就是骑脚踏车的这个模式。好，然后至于这个 X Ultra， 又是在 Pro 的10个模式下又多加了2个模式。不过我觉得在台湾可能比较不会用到这2个模式，好，分别是雪地徒步跟沙丘。好，那雪地徒步跟沙丘感觉在台湾都比较用不到。好，这个模式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可以细讲。总之呢，这2个品牌旗下5个产品，我认为最大的差异仍然是1颗电池跟2颗电池的差异，然后再来就是扭力强弱的一个差异主要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除了这个扭力之外啊，还有就是速度的部分。速度的部分，因为它不是电动滑板车，不是电动脚踏车嘛，所以这边指的速度是它当你穿戴着它，你人能够行走或者是跑步的最高速度。那像拍的话是时速10哦，其实时速10的话，你一般走路要走到时速10都很困难的啦，就是等于时速10都已经是一个竞走或者是小跑步的一个程度啊。然后拍 Plus， 由于它多了这个运动模式嘛，哦，所以它可以支持到时速15啊，也是小跑步的一个模式哦。但是呢 ，Hypershell 它就支持到了3个速度好，然后最入门的 XGO 的话呢是时速12。哦，所以说就最入门的来讲，就比拍多了2。好，然后 X Pro 支持到这个时速20，哦，那就真的是很快了，跑得比较快的一个速度吧。好，然后到 X Ultra 甚至支持到这个时速25，所以说支持的速度上面也有所不同。但是目前的这个速度啊，一直都没有是我们目前贩售以来大家很在乎的一个点。为什么呢？因为坦白说，我们这几个月下来的经验就是，来想要购买这个外骨骼的人，大部分就是走路是本来就很慢的，他只是想要回到一个正常的走路速度。好，那我们正常的走路速度，坦白说也才时速4、时速5左右。所以其实不论是哪一个型号的产品，即使是最入门的，那如果你的目标就只是说想要恢复到正常的走路速度，或者说你想要稍微走快一点点的话，其实这5个型号全部都能满足。好，那只是说，我们确实也有遇到部分就是身体非常强健、好非常健康的人，他确实是希望买这个东西，把它当做一个可能玩具，好，然后再测试一下，如果有穿这个，那他在这个平常就有慢跑习惯嘛，他在跑步的时候会不会更省力？或者是平常就有在骑公路车、骑脚踏车的习惯，他想要试试看，穿戴这个 Hypershell 能不能让他骑得更轻松，在上坡的时候，好，或者说在这个长途的这个骑乘的时候，那这时候或许这个它的速度、它的马力就比较能够体现出来。那至于保固的话呢，大家很有默契的给的保固都是1年，不论是 Vitrix 或者是 Hypershell 旗下的所有型号，目前保固都是1年。站在我一个零售商代理商的角度，我觉得1年其实有点短啊，因为其实单价不算低嘛，那这个也是3万啊，有些像更高阶一点的型号，甚至要到4万5万。那这么贵的一个产品，那为什么保固只给到1年？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因为毕竟今年都是这几个厂商刚开始做零售生意，他们其实对这个品质可能也不是非常的了解，说在这个激烈的使用下，或者说在什么特殊状况使用下，这东西机器到底能撑多久？但是我预估在这个明年2026年开始，如果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公司品牌玩家加入到这个消费级市场，大家的保固时间应该是会合理的延长到，我觉得最少也要1年半。好，那合理的我觉得应该是2年到2年半。好，这是一个差不多也算是电子消费品，再加上有一点运动属性的这种产品，我觉得应该要给的保固。好，不过目前的话就都是1年。好，然后至于外观设计，虽然这是一个比较主观好的一个美丑的一个判断问题，但是目前包含我自己以及来的所有客人，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反馈意见，确实大家还是觉得 Hypershell 的设计
比较好看，比较有科技感呐，这个腿感的线条比较这个有流线的感觉。然后普遍是觉得Victrix 的这个拍啊，主要是它用的这个塑胶壳让它有时候感觉这个塑胶感太重，有一点那种大玩具的感觉，你知道，就小朋友玩那个假面骑士变身的那个腰带那种塑料玩具的感觉。所以说外观设计的话Hypershield 应该是得到了1分。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穿戴相关。首先是适用体型的部分，这个部分其实就真的是不做不知道，做了你才发现，真的是有很多适用不适用的人。那像我的话，174公分80公斤，其实 Hypershield 或这个 Pi Plus 对我来说穿戴都没有问题。但是呢 ，Victrix 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这个腰片腰片就是这个位置因为 Victrix 它的机器是可以拆的嘛，那我们穿是把它绑在腰上面嘛，那这个东西他们原厂就把这个东西叫做腰片，就是这个东西。它这个腰片呢，就是扣在你的两侧，两边都可以拆，这边就是右的腰片跟左的腰片去构成它整个绑带的一个结构。它这个腰片本身就有分 S、M 跟 L， 好像这个的话就有码数这边就写的是 M， 所以说它就能够适应到更瘦的人。什么叫做更瘦的人呢？我们确实有遇到很多的这个阿公阿嬷来这边来测试，那他们可能身高本来就不高，比如说差不多就是140、150公分，你知道人上年纪了以后骨头会稍微缩水嘛，再加上他们又身材特别瘦，所以说如果是拍用 M 的腰片，它是完全是扣不上去的，但是换成 S 的腰片，它后面的这个绑带只要系紧，其实是穿得上去的。然后呢？L 我目前是没有遇到用到 L 的腰片，因为其实 M 的腰片 M 号的腰片就能够适应到我们目前大概有服务过大概100出头公斤的人，即使是 M 的腰片也是 OK 的所以说可能要到120甚至更胖或者是腰围特别大的人才用得到 L size 的这个腰片那这边可以提一下，就是那个 NBA 退役的球星这个 Shaq O'Neal 他是213公分嘛，而且他肚子也蛮大的。那他前阵子呢，因为他这个打篮球的时候可能也受伤，所以腿脚不好，他也去深圳的恳庆去试穿了一下这个拍，那他是穿得上去的。所以说这一点其实连原厂公司的人，就恳庆他们公司的人也蛮惊奇的，因为他们已经大了这个最大的尺寸，然后一直很担心，因为 Shaq O'Neal 有213公分嘛，没想到由于他的这个腿感是可以伸缩的，有没有？这个地方要绑在你的膝盖上方2-3指幅的位置嘛，所以它是可以伸缩的，它可以拉到这么长，然后对于一些比较矮的这个使用者来说，它又可以收到这么上面，所以说你看你的大腿可以从这么短到这么长，所以拍能够适应的，不论是这个腰围到身高都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就没有遇过说穿不上拍的除非是小朋友只要你是成人，那基本上都是能穿上的，并且呢还有一个东西也是有分 size 的，就是这个绑腿的部分由于拍的这个绑腿是这种魔鬼毡的形式所以说它是可以做很多个 size， 那确实它也有很多个 size只是一般比较正常的话 M 号的 size 就已经是 OK 的，但是我们也遇过一样阿公阿嬷他的大腿就特别的细真的是有点细到就是有点包骨的那种程度了。那 M 号的 size 即使是绑到最小的，仍然没办法绑紧。那你没绑紧的话，就会在走路的时候这个力就会丧失嘛，它功能就不好。但是呢，这时候它的绑腿就可以换成 S 号的。虽然说是比较少用到，但是确实有遇到。那我们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更换。所以说高矮胖瘦基本上都能符合。至于 Hypershield 的话，这一点就比较弱一点。Hypershield 目前就只有一个尺寸，不论你是买 Go、Pro 还是 Ultra， 总之它的尺寸就是一个。然后可以调的地方就是后面的这个地方，这个是 Hypershield 的一个独特的设计。这是它的背面。背面这边两个东西打开来，这边是可以针对一些，比如说比较胖的腰宽部比较大的人来说，它可以拉得很宽，这个是没错比如说我就把它安装在这边然后它的宽度的话，你看如果我穿的话就可以到这么宽
哦，实际上正常的这个宽度应该是离你的髋部1指幅的距离，哦，所以它是有很大的空间的。但是呢，也或许是因为 Hypershield 一开始是针对这个北美市场欧美人好去做的一个产品，所以它的绑带即使是绑到最小的，比如说这个基本上就已经收得很小了。哦，我们把它这样子绑起来，就这个腰围，对于很多的这个台湾的人来讲，就是我刚刚形容的150公分以下，甚至140公分的一些长辈。即使缩到最小还是不行，它还是会掉下去，所以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不能穿的状态。即使加了背带，首先我要先讲一下，就是 Hypershield 本来原厂是没有这个背带的，我们也为它找了背带，没想到原厂也是上个月就出了原厂的背带。好，背带的这个配件我们等一下再详细讲。就说即使加了背带，仍然没办法穿，因为这个腰的空隙实在太大了。这个左右脚一扭，这个整台机器都左右摇晃。所以说是比较不适合太瘦的这个使用者。那它的这一块呢，也没有分 size，所以说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啦，但至少目前没有。所以对于太瘦的人来讲，确实就没办法使用。那至于你说太胖呢？说真的，我们 Hypershield 试穿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说这个胖到没办法穿戴的。所以说它可能就是对于这个身材中等到胖的人会比较友善。对于腰部过瘦的人来讲，就不是那么适合。而且这个状况也不只发生在腰的这个地方，包含你看它的这个腿带的一个位置。我先把它穿上去，比较好示范。好，那它的这个腿带呢，一样也是装在膝盖上方2-3指幅的位置。可是呢，它能够调整的这个高低啊，能够调整的范围就比较低。预设的话就是这样子，在中间。那你按下这2颗键呢，是可以把它往上移。但是即使你把它往上移了，其实也才多了差不多2.5到3公分。也就是说，你的腿最短只能短到这边，它只能往上到这边。所以如果我们遇过一些150公分以下的人，只要不是腿特别长150公分以下的人，这边可能就会碰到你的膝盖，也就是它没办法再往上了。所以说对于腿特别短的人，可能也有一些问题。然后再来呢，对于腿特别长的人，我们有遇过一个185公分以上，具体不知道多少，可能187或190吧。即使他把这个绑带移到最下面，最下面就这样子而已就是这样子，大概也就是往下凸个2-3公分，然后把它扣上去。但是它这个下缘的位置，距离他膝盖又有太长的一段。所以说就是它上下能够调整的这个幅度就比较低，所以对于150以下或185以上的人来说，这个腿带的位置可能就不是很好。再来这个腿带的这个位置除外呢，它的绑腿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Hypershield 能够调的绑腿，它跟 Victrix 是不一样的。Victrix 是魔鬼毡嘛，然后它是用两边一个像我们传统的背包的这个背带的这个调节扣来调节。那即使我们把它调到最短的就是短到大概像这样子，但是呢，一样会有一些过瘦的这些使用者，即使是这样子，还是有很大的缝隙。那就回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你的缝隙太大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外骨骼的力量就会被分散掉，它就没有达到这个效果。所以说在这个适用体型上面，当然如果你都不是我刚刚讲的比较极端的，比较矮、比较瘦或者特别高的人来说，那当然都适合。那但是呢，如果是特别高、特别矮或者是特别瘦的人来说，那 Hypershield 就比较不适合。所以在这个适用体型上面呢，Victrix 得1分。我这边特别标注了一个因为我们确实遇到蛮多的使用者是怎么样的，叫做肚子特别大。肚子特别大，像我是有肚子的人，但是这不是我所谓的特别大，就肚子特别大，大概是大到这样子的程度就是这个才是我所讲的肚子特别大。这边先定义一下，肚子特别大的时候呢，又有一个问题，原本是说适合所有尺寸的这个 Victrix 突然间就不管用了，为什么？就是我把它装起来示范一下。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Victrix 的拍，它的主机在前面蛮大的这么一个。那由于你肚子特别大的话呢，你第一，因为你肚子是圆的嘛，那你总不能把机器放在这边吧？这样子非常奇怪，而且这个腿感恐怕也不能那么长。
啊。那但是呢，他肚子因为这边卡住了，所以他没办法绑在腰上面，好，那就导致这个机器会垂。会下垂的很严重，这样子下垂会影响到在走路的时候会一直往下垂，会一直往下掉，然后再来这个腿杆的角度也不好调整，因为如果你绑得这么下面，哦，然后这根腿杆相对的就要缩得很短，但是你在这个它已经缩到最短的状况下，如果它又一直往下掉的话，通常这个腿带啊，我们遇过很多的这个经验，就是这个绑腿的地方都会从膝盖上方掉到膝盖。这个也实测过，然后我们也试过用这个 Vigix 附的背带，甚至呢，因为 Vigix 一开始附的背带是有弹性的，是这个，它是有弹性的背带，所以说，就是下垂的问题没有解决，然后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呢，去找了没有弹性的背带。甚至都找到这种重型的固定式的背带，这是使用者的给我们的反馈，一直会往下掉。总之就是效果出不来，反而 HyperShield 特别有用。好，那 HyperShield 有用的地方，刚好也是因为它的主机在后面。因为人胖，脂肪总是累积在肚子嘛，你后面怎么样都不会胖到后面，所以说呢，它的主机不论怎么样，它都可以很服帖的。去贴在这个屁股上方、骨盆上方的这个位置。那至于肚子大呢，那它的这个带子就是前面的这个绑带，确实是可以绑在肚子的中间。就在这个球的中间，它就绑在这边。甚至是说，绑带，那我绑在肚子下面，肚子把它这样子在这边，然后它绑在下面，然后再靠背带。我们自己为 HyperShield 有找到简易的背带，然后这个重型背带也可以用。背带一上去。至少前面不会持续的往下掉，但是主机永远是固定在这边。那主机永远固定在这边，就代表它的马达因为在这边嘛，这边就不会下垂。所以说就这一点啊，针对肚子特别大的人来说，HyperShield 这种主机在后面的结构是特别适合的。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那这个地方 HyperShield 得1分，它是肚子特别大的使用者的好朋友。好，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背带嘛，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辅助穿戴。好，然后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Vigix 呢，它标配送你一个简易的背带。简易的背带其实就是这一款，就是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 X 型的背带，所以当你在使用的时候呢，Vigix 它很贴心的，一开始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它这个扣子连这个腰带上面的这个卡扣的地方都帮你设计好了。就是你只要把它穿过去，它就可以把这个机器背在身上。然后简易背带的话，就是像这样子，到最后穿的话就跟背书包一样。这边就会这样子挂着。然后原厂给的是有弹性的。它是有一个弹性的。那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个有弹性的你觉得它在走路的时候会这样短一短，会这样弹的话，那我们也有请这个 Vigix 帮我们定制没有弹性的但是一样是细的只是说这个绳子没有弹性，这个我们也有。然后呢，又针对一些 user 跟我们说，由于背带太细啦，背太久会不舒服，肩膀这边会有压力嘛，所以我们也找到了这个重型背带重型的工具背带。其实这个背带呢，并不是为所谓的髋部外骨骼而生的，它其实是为了工人这工地做工的人去背这个 S 腰带用的所以说它本来的目的是拿来背 S 腰带然后 S 腰带因为上面要装很多这个片级嘛螺丝起子甚至是电钻电动扳手，所以它这个 S 腰带可能要挂10公斤所以说是为了这样的功能而出的这么一个工具背带。而且这个品牌呢叫做 Tough Build， 我原本是不知道，但是在这个 NOA 军武展的时候，有几个人竟然认得出这个品牌，所以这个品牌可能在这个工地工人装备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品牌我们是找到了这一款也可以适用于这个 Vigix。至于 HyperShield 呢，其实 HyperShield 一直到上个月为止，他们的官方配件里面就从来没有背带这一个选项，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它对于某些使用者是比较不友善的。那包含我刚刚讲的，肚子特别大的使用者，他又特别喜欢这一台，但是他又需要背带所以说我们也找到了不同的解决方案。首先是我们一样为 HyperShield 找到了一个也算是适用的一个简易型的背带。好，那简易型的背带呢，其实跟刚刚的那个 Vigix 它的这个
他们标配的附的这个其实概念是差不多的只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弹性更有弹性并且呢，它的这个扣子的部分是处于快拆的扣子所以说想用的时候就把它这样子夹上去，然后扣住就可以了一样是可以使用那当然也有这个背带比较细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尝试了把这个 Tough Build 这个工业用的这个背带装在这上面，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在这个背带，它这个背带原本就有附这几个小扣环这个几个小扣环，直接把它穿在这个Hypershield 的这个绑带上面，其实是完全是可以用的所以说这个问题不论原厂解不解决，或者是原厂解决到60分，我们就会把它解决到80分、100分，这也是我们这个零售商、代理商做在地生意存在的一个价值嘛。你觉得哪里不够，那我就帮你找找看有没有解决方案。这是 Tough Build，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重型背带，我们也进了好几个所以不论你是已经买了 Victrix 或者是已经买了 Hypershield， 但是你需要这个背带的话呢，也可以考虑跟我们购买。好，然后在拍这个影片之前呢，我又上了 Hypershield 的官网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出背带果然它就有出了原厂的背带，但是原厂的背带呢，我看起来是做的相当精致但是在我看来会有点太大件。它有点像穿一个背心的这种感觉，肩部的地方当然不错的地方就是它的肩带是很宽的，感觉它减负的这个效果会是很好。但是 Hypershield 原厂的背带后面是一整片像背心一样的即使它做了一个网眼的设计，我依然会觉得这个东西在夏天很闷热的时候会不会更加闷热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是我有看了一下那个背带的安装的这个影片，也比较复杂一点就是你还必须要动手去解一些螺丝去把这个背带的一些配件去锁在这个 Hypershield 的机器上面，才能够做使用。然后再来是价格也不便宜啦，目前的话是$69那就是2220，所以我会觉得Hypershield 如果你真的需要背带的话也不一定要考虑原厂的可以考虑我们找的这种简易型的，或者是这种重型的价格上都比较好，然后效果上我是觉得不会输原厂的那个背带太多这个是背带的部分。好，那接下来讲的是什么东西嘞？穿戴调整然后我有括弧，这是一个针对复数使用者，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这个机器，使用者不止一个人，或许是有2个人甚至3个人甚至更多的人要轮流穿这个装备的一个状态下呢，那它的这个穿戴调整就是一个要考量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由于这个 Victrix 的拍用了大量的这个魔鬼毡，所以说当你是腿粗或腿细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穿上去首先的话是它后面扣上去以后，只要拉这条带子，拉这一条就一个带子就能解决它的这个松紧。Hypershield 的话是当你把它穿上去以后如果你要让它的这个 buckle， 它这个扣子要维持在中间的话，那是不是右边要调一点，左边要调一点？所以光调这个腰带的这个长短的地方，速度就稍微慢了一点。然后再来就是调腿带的部分。好，腿带的部分，首先我们是不是要调它的长短？那因为 Victrix 你看它这边是弹性的嘛，所以你要多长要多短，马上1秒钟之内就能决定了。然后再来是比如说我调好了，我要装在这边。然后我要调的话也很简单，就是魔鬼毡这样打开，然后直接套上去，再穿过来，然后稍微顺一下，贴上去，这样是不是就完整它的调整了？所以它在这个各种尺寸的这种适配调整上面会比较快。好，然后我们来示范一下，如果今天是 Hypershield，比如说上一个人的尺寸跟我不一样，然后我要把它调成适合我的尺寸。首先后面就要调它多了这个动作，后面髋部的部分如果上一个使用者太瘦的话，我这样穿上去髋部会卡住，所以我要把它拉宽一点，扣起来然后前面解开的这个动作是一样的，然后穿上去的话呢，扣上去的这个动作也是一样的，但是在这边呢，我就必须像这个太紧了嘛，我这边要放松一点。这边要放松一点，然后如果放太松了，或者是说这个左右跑掉了，有没有？我又要把它往这边移一点，有没有？这2个带子不一样长，我又要把它稍微往这边拉一点然后这边再松一点，这边再拉一点，就是光这边就稍微又花了一点时间，然后再来是我在调这个
腿感的长短的时候，像这个对我来说就太长了嘛，它跟我的膝盖几乎没有间距了，我要把它往上调，就是要压这个，然后往上调，调到一个合适的，它会咔一声，这个动作也稍微慢一点，然后再来一次，我大腿把它这样子扣住以后，但是我发现它太松了或者太紧了，那我要调的话呢，因为我必须要让这块布在我的大腿的正后方，不要往右或者是往左去偏，所以变成说我要把它调紧的话，我可能这边也要稍微调一点，然后左边也要稍微调一点，就是整个在调整这个尺寸的时候，这个速度会慢很多。那这也是我们因为参加了好几个展览，我们展览就是不断的为不同的客人不断的穿，不断的脱，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个 Vigicus 拍是相对快很多，然后 Hypershield 就是调整的时候要花比较多时间，所以是什么样的人会去考虑到这个穿多调整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2-3个人要交换使用，或者是呢你是要买这个设备来去做租赁使用的话，那这个确实要考虑，这个长期下来累积的这个时间、人工成本确实是蛮高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是这个Vigicus 得1分，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主机的位置，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主机的位置的话，像 Vigicus 它的主机在前方，就像霹雳包一样，它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简单讲就是，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需要做到有靠背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非常适合比如说开车，穿 Vigicus 的这个外骨骼，开车的时候，或者是坐车的时候，它就不用拖。虽然说电池会在你的这个左后方或者是右后方会稍微有一点卡卡的，但是确实是不影响你坐在椅子上，然后整个往后靠这个东西是不影响的。除了开车、坐车以外比如说餐厅的椅子，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这个使用者是偶尔是需要在轮椅上面休息的，那他坐轮椅的时候，这个 Vigicus 就是不用拆，直接可以坐。但是它不适合什么，就是前蹲的这个动作这个是我在拍那个 Vigicus 的影片也有讲到，任何需要把你的肚子挤在一起这样子的动作 ，Vigicus 就会显得比较局促比较不适合。那 Hypershield 呢，就刚好相反，因为它主机在后面嘛，所以任何需要靠背的，就是我刚刚讲，常常需要开车或者是坐车或者是坐椅子。任何需要坐下并且靠背的这个动作来说呢 ，Hypershield 都不太适合。那个主机在那边就是会卡卡的所以说可能坐车你就要把它脱掉然后下车要把它装起来。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很喜欢 Hypershield 但是不能买 Hypershield 的人考虑到蛮大的一个点，就是它的硬伤，就是主机在后面。我们有一些长辈他时常需要坐下或者是时常需要上下车。那总不能上下车他就穿脱一次对他来说也是蛮负担的所以说这个是2台这个机器不同的地方。那当然它就适合做前蹲的动作了因为它前面Hypershield前面没有任何阻碍嘛所以说就是这样子，任何只要往前弯的这个动作它都比较适合。那这个部分呢也是不分轩轾各有各的适合的点所以就没有去打这个分数。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操作相关的部分。那操作相关的部分呢，有操作界面以及 APP 以及这个电池更换的部分。那我们先讲一下它的操作界面吧。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先把拍穿上去。那操作界面的话呢，以这个 Vigicus 的拍来讲它的这个按键比较多全部都在就是一低头就能看到的这边。我觉得在这个机上的使用上，拍的按键是比较简单的。虽然说它按键比较多，但是每一个按键其实都标的相当的清楚，就是都有它的一个功能性比如说开机就是右边这一颗开机，98%，而且它一开机以后马上就会跟你报目前的这个剩余电量。那刚刚就是有说嘛剩余电量98%。然后如果你开机以后又没有对它做动作的话，它就会不断的提醒你，请按键开启助力，感觉它的引导性比较强。比如说它的这个按助力，按下去，就是说你的助力的开启或暂停，或者是力道的加减。就是直接就是有一颗键是加，有一颗键是减。
哦，那使用者尤其是这个长辈，他就比较好能知道哦，往这边按就是加8、9，然后加了以后，它也会有这个语音去告诉你说，作为一个反馈，目前的力道是9、10、就是在这个机上的操作上，我会觉得比较直觉一点，而且还有一个东西也还蛮重要的，就是我在那边做操作了以后呢，有些是他低头就能看到说，目前的这个颜色是什么，它的这个操作模式，它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你低头就能看到。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到低头就能看到呢？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到 Hypershield 的时候就会讲啊，因为 Hypershield 的它的显示是在右边的，然后我们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些长辈他是真的，他这样是看不到的，你知道，就是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单纯讲机上的这个操作来讲，包含说我这边要做这个模式的切换，也是加减键一起按。然后比如说这是登山跟标准嘛，因为这是拍，它就没有这个运动模式。然后包含说，如果我要进到健身模式，那就暂停。2个长按。虽然说还是要有一个暂停，然后再长按的一个过程，但是至少它在机上是能够进入到健身模式的。而这一点，这个 Hypershield 就做不到。你要进入到健身模式，就一定要拿出手机，进入 APP， 然后再点健身，它才有办法去进入到这个健身模式。就单纯以机上的这个按键操作来讲，我会觉得 Victrix 的拍会比较简单。但是相对应的换来的就是它这个按键很多，所以在这个产品外观的简洁度上面，就比较弱一点。好，让我们来换一下 Hypershield。已关机，请小心行走。OK， 那 Hypershield 的操作界面就在右侧马达的这边，这边这个橘色的按键，然后呢，它就只有一颗按键，所以说开关机、调整力道大小，以及模式的切换，以及暂停，全部都靠这一颗去实现。那等于说是你要去背很多的指令，比如说开机跟关机是短按再长按。这个如果你有玩过空拍机的话，或许很熟悉，因为 DJI 的空拍机的开机跟关机就是短按再长按，当然是懂它的设计的这个初衷啦，就是你按一下，它可以显示你的电量，然后为了防止你误触，所以它把开机跟关机设得比较复杂，就是短按再长按。但是呢，我们也没有预料到说，其实真的是有一些长辈，他的手指头可能不太灵活，所以你要让他去第一，他要低头去看到这个位置，他要找到这个位置本身，就比较困难。再来，你要他做到短按再长按，由于这个间隔太长是不行的，你不能短按一下，然后隔1秒再去按它，这样是开不了机的。它就一定是要短按、长按，然后按着不放。然后按着不放以后，你要等它4颗灯亮起来才能放掉。就这个动作，很多长辈是开不了机，或者是关不了机的。这个是我自己操作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大家都没这样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特殊的一个状况。所以光这一点确实是要考虑一下。好，那我们就先把它开机。短按、长按，4颗灯亮起来。好，这时候就可以放掉了。比如说我要增强力道是点2下。降低力道是点3下，但是有时候光是连点2下或连点3下，对于一些手指比较不灵活的人来说，可能也办不到。或者是我们有遇到有一些朋友，他的右半边的手脚就比较不灵活，那他设计在这边就导致说他必须这样去做这个操作。那你看，光我这样子就有一点别扭了。那就更遑论说，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肚子太大，或者是按不到这边。我们在体验的过程中遇到很多他没办法很好的去使用 Hypershield 单一按键的操作模式。当然我是没问题啦，好，比如说按3下，就是降低1格，降低1格，降低1格，然后2下是增加，然后按1下是暂停，暂停就是这个通透模式，然后再按1下，回到上一个模式。好，然后长按是切换模式。那由于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台是 X Go， 它就只有舒适模式，它没有这个极限模式，所以说它模式也没办法切换，也没办法在机上直接进入到健身模式。这一点是我觉得未来可能 Hypershield 希望他们能够把健身模式选择性的加入到这个模式切换的循环里面，不然的话，
每一次，比如说，我觉得下坡健身模式最有用，但是我要下坡的时候，以 HyperShield 来讲，我就要拿出手机去手动的进入健身模式。好，那当我在进入健身模式以后呢，我长按模式切换，它是回得来这个舒适模式的哦，但是它回不去健身模式啊。就总之进入健身模式这一点，不论你是XGO 还是 Pro 还是 Ultra， 就都是要用手机来进入。好，那就是这个开关的部分。好，比如说我现在要关机哦，也是一样，要先短按再长按哦，然后你要看着这个灯灭掉，它才关机成功。那在这个灭掉之前，你手是要按着的。就这一点，有些可能就是需要花多一点时间习惯。那有些人是他就是习惯不了，他就是没办法这样操作哦。那这是 HyperShield 比较可惜一点的一个地方。然后再来是语音的部分，对于某些人来说也蛮重要的。那 HyperShield 本身是不会发出任何的声音的，它的这个机器里面就是没有喇叭，更没有蜂鸣器。所以它也不会讲话，它甚至连哔哔声都不会有。那像我们是在卖这个电动滑板车，Segway 的电动滑板车卖习惯的来讲，对我来说，它开机关机或者是打开头灯、关闭头灯，都至少也要有一个短哔或长哔的声音去作为这样的一个反馈哦。但是它是没有声音的反馈的，它唯一的反馈就唯二的反馈一个是灯光哦，就是它 LED 灯，你可以看灯光，然后再来就是它会震动。哦，这样是你在给它下指令了以后，它会震动一下。但是那个震动一下，对于我来说，我穿着比较少的时候还 OK。但是你穿的比较厚一点，比如说，冬天你隔了一件外套的时候，或者你那时候就本身已经在运动了，你瞬间要调一个什么，那个震动就会显得很微不足道。所以我会觉得这个 HyperShield 它的这个操作界面，简单来讲就是比较高冷一点啊，比较酷一点。那但是这个高冷或酷对于某些人来说，我就觉得这样没有问题，我可以了解，它很低调，我很喜欢但是相对来讲，它就可能不适合另外一群，就是说，我希望它给我语音的反馈或者是它的操作上会更简单一点这样的一个使用人群，所以我会觉得以操作界面，如果要论简单直觉的话，那 Victrix 是得分的。那如果要论说，因为它这样做，所以它只有一颗按键。所以说整个看起来比较酷一点。那或许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 HyperShield 是得分的这就是看你想要比较适应哪一样的一个操作界面。OK， 那接下来讲到这个 APP 的部分，那我们这个影片呢就不实际把 APP 拿出来示范了，因为那个一示范就是一整条，就是几十分钟。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回去看我之前开箱 Victrix 跟开箱这个 HyperShield 的影片里面都有讲到这个 APP 的部分。但是就 APP 来讲，简单来说，HyperShield 在 APP 上面做得非常好第一，不论是它的界面也做得很好，然后再来是这个能够调整的这个参数也更多，许多的这个功能你可以针对你的需求去做很细致的这个设定。然后在 Victrix 拍来讲，就相对的比较阳春就基本上 APP 上面能够做的操作，其实你在机器上面就都能做了95%就都能做。所以说其实没有什么打开 APP 的必要性。但是 HyperShield 由于它的这个第一，它按键就只有这么一颗，所以本来就没办法做太多操作再来是它 APP 里面能够调的模式非常多。这个等一下在讲模式的时候，我会详细的去讲到这两款产品 APP 功能的一个差异。但是简单来说，我觉得以 APP 来讲，HyperShield 是大胜。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电池更换的部分那由于这个 HyperShield 它的电池是装在主机的下面，也就是正后方，所以即使它之后也改版过了嘛，那改版后的电池已经比较好拆了。但是即使比较好拆，那只是说它比较好拔下来，但是这个要这样拆仍然比较起来仍然是比较不好拆的就是要的话也是可以，那可能对于我来说的话要双手一只手可能要负责去把这个卡扣先按住然后另外一只手去把这个电池往下推这样子就可以拿起来然后在装上去的时候如果你不想拖机器的话，就是要稍微对一下这个位置这边有2根这个银色的刚好对电池的这2个洞，要去稍微对一下它然后对准了以后往上咔一声这样去完成。但是呢，偏偏有些人
就一样是啦，这个可能是手活动比较受限，或者是长辈，你要他做这个动作太困难了啦，哦，然后还要在眼睛看不到的状况下去找到按钮，然后再这样往下拔，哦，这个是很困难的。所以换电池的时候，要不就是家人朋友帮他换，要不如果是自己要换的话，等于是我为了做换电池的这个动作，我还要把整个机器拿下来，哦，即使是拿下来的状况下，哦，可能手还要调整一个姿势，哦，因为机器不能掉嘛，不然就要找个地方放着机器，再把这个电池这样子，好，拆下来去做拆装，好，这个是 Hypershield 的部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GX 拍，啊，假使我们现在穿的是这个拍，所以说它只有一边有电池，不过示范一边应该也足够了，哦，它的这个电池呢，就是在你的右后侧，然后拍 Plus 的话是这个右后侧跟这个左后侧都有。换电池就很简单，这个盖子拿起来，然后电池往上抽，哦，这样子就把它抽起来了。哦，所以说一样是在后面哈，但是它至少不是在正后方，就至少是在一个这个稍微还能够摸到的一个地方，手不用完全弯到后面。然后再来是它装的话呢，哦，感觉也比较像是装弹夹一样，比较简单，就是在不看的状况下，只要把这个盖子拉起来，好，然后就是对准它，因为里面有磁铁，所以它自己就吸进去了。好，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它也有做一个银色的磁铁，所以就这样稍微甩一下。哦，不用特别去定位它，它就固定住，好，就固定好了。当然啦，以上讲的虽然说 Hypershield 的电池很不好拆装啊，然后这个 VGX 的电池很好拆装，但是实物上，因为一颗电池2款产品都可以用到8000到1万步。如果你走慢一点的话，甚至用到12000步哦，那也就是6公里到8公里，甚至到10公里，看你设定的这个力道如何，这样子的距离才需要换一颗电池。所以确实换电池的这个动作不是很频繁啊，但是如果你是属于比较需要常常更换电池的人来说的话，那更换电池的这个难易度确实也要考虑进去。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呢，VGX 就是胜出得1分。好，那以上这边讲的就是一个操作相关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它机器真正的这个性能的部分咯。那首先我们先讲这个模式好了。那 VGX 的话，它的拍呢有3个模式，分别就是标准、登山以及健身。健身的这个给予阻力的模式，因为 VGX 跟Hypershield 2个都有，所以我们把健身排除掉的话，它的助力其实就只有2个模式，一个就是标准，一个就是登山。那标准的话就是比较适合走路或者是这个快走总之就是你在平地的时候就是用标准。好，然后登山的话呢，它的特点就是会把你的腿抬得更高，腿抬得更高，然后给你的力量也会稍微大一点。好，所以说这就是标准跟登山2个模式。那如果你是拍 Plus 的话，那就会多一个运动模式。那运动模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标准模式的加强版，基本上就是跑步的时候用的。第一，它的力道会更大，然后再来是它左右腿感的这个摆幅会更大一点。好，也就是标准运动加登山。好，然后健身模式一样是有，所以说拍 Plus 的话，好，就是3个模式。好，那讲到这个 Hypershield 的话，那模式就多了去了。Go 有6个模式 ，Pro 有10个模式 ，Ultra 甚至有12个模式。但是这些模式呢，我个人觉得里面有一点鱼目混珠的部分啦。就像这个爬坡跟上台阶切成了2个模式，但是其实在我看来，爬坡跟上台阶，我实际上手动去选择，没有什么不同啊。好，然后下坡跟下台阶，也是，它会把它切成2个，所以光这个部分就硬是多了2个。但是在我感觉就确实没什么不同。真的能让我感觉到有差异的模式一个就是走路，等于是拍的标准模式嘛。然后 Hypershield 还多了一个竞走就是在跑步跟走路中间，它多了一个竞走。那在我看来，其实也就是走路的加强版嘛。然后多了一个跑步。OK， 这3个都是在平地上走得快跟慢的一个效果的一个差异。好，然后 Hypershield 的这个登山这个跟爬坡就是一样，是腿可以把你抬得比较高是有这么个模式。然后呢 ，Hypershield 的这个下坡跟下台阶，我个人的测试啦，我不知道其他的人买回去的感觉是怎么样，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它就只是把你腿抬得比较低，或者是几乎不抬因为你在下楼梯嘛。
所以说它就是没有去强化你抬腿的这个动作，但是呢，它也没有给你一个压腿的动作。那这我感觉其实那就跟你没有开机是一样的，也就是你用 Hypershield， 如果你下坡，你让它判断成了所谓的下坡或下台阶的模式，那跟你把它进入到通透就是暂停或关机的感觉是一样，就是机器没有在做动。我觉得下坡最有用的仍然是健身模式，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个健身模式的给阻力的这个效果纳到这个下坡里面，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安全考量这是在我上一部那个影片，就是在走冷情步道的时候，里面有提到，可能助力跟阻力突然的切换，会导致某些使用者适应不良，反而产生一些安全的问题那这个是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使用者比如说 APP 里面读完相关的条款以后，可以选择性的把这个下坡模式设定为是有阻力的，那至少对我来说，下坡的时候它给我阻力，我会比较轻松。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是 Hypershield 的特点，而这也是 Victrix 拍没有的，就是所谓的骑行模式，骑脚踏车的模式。因为我们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其实大腿出力的部分其实不是抬，而是下压往下踩需要很大的力量但是在这个 Victrix 拍里面呢，它没有骑行模式。所以说，你说穿拍能不能骑脚踏车？可以，但是不论你是用标准，还是用登山，还是用运动，总之它都还是帮你抬腿。那骑脚踏车的时候，有人帮你抬腿，当然也是有帮助啦，但是这个帮助就不如压腿来得强。所以说，如果用这个拍在骑脚踏车，能获得比如说10%、15%的帮助的话，那你用 Hypershield，然后把它调成这个骑行模式，你能得到的帮助大概就是2倍，甚至比2倍还多。它的那个下压的动力是真的很大，是真的会让你不知不觉的越骑越快但是你想要获得这个骑行模式，只有买到 Pro 或 Ultra 才有 ，Go X 是没有的。那讲到这个，我也可以提一下，就是我们大概也是2个多月之前吧，有一次在测试这个 Hypershield 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小 bug， 就是我穿的明明是入门版的 Go， 但是打开 APP 里面，它却什么模式都有了。就是又有极限模式，也有骑行模式。然后我突然间以为这个是原厂大发慈悲，把这个所有模式开通下放给这个 Go。然后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会不会维持。但是突然间让我觉得，那当初买 Pro 的人不就是笨蛋吗？因为实际上 Go 也能够开到极限模式，而且我在 Go 上面开极限模式，它的力量依然很大。所以这是我的预测啦，是吧？这是 Go 跟 Pro 的这个马达的出力硬体上可能是一样的他们透过软体去把 Go 的这个软体给阉割掉让你没有极限模式，让你没有骑行模式然后就这样就可以切出2个版本了嘛。很多这个厂商在做版本的时候，为了产生所谓的锚定效应让你觉得 Pro 是最划算的，那他就会故意把这个入门的版本定得非常功能的非常的阉割，然后把这个贵的版本价格故意拉得很高，然后让你感觉这是你自己思考过的一个正确的这个消费决定我就要买 Pro。但是其实你选 Pro 呢，也是他们设定好的，这也是一种可能。讲远了拉回来就是说这个 bug 已经被改掉了，所以说呢，目前的 X Go 很抱歉也是没有极限模式，也是没有骑行模式就是那6个模式不包含骑行。好，就是说 Hypershield 它的骑行模式是蛮有亮点的一个模式，所以如果你是喜欢骑脚踏车的人想要用这个外骨骼来辅助你骑脚踏车骑得更远或者上坡更省力的话，那 Hypershield 就是你的首选。Ultra 多了这个2个模式，之前有讲过了，这个雪地徒步跟沙丘。首先是不论台湾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域或许你能找到沙丘，也能找到雪地徒步的场景，但是具体来说，它这个2个模式会给你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因为髋关节外骨骼不就是摆动这2根吗？所以即使是系统已经判断到了你现在是在走雪地，或者是在走沙丘，而它的模式又有什么不同？我只能说应该差异不会很大我觉得这是硬挤出来的模式那如果真的要硬挤出来的话，那太多了。那你还可以挤出草地还可以挤出沼泽地，还可以挤出什么大理石路面，然后这个柏油路面。所以在这个模式的部分讲了那么多，我觉得 Hypershield 还是胜出所以这个部分给 Hypershield 得1分。
好，那接下来我单独的把这个健身模式拉出来。健身模式其实2款产品我都体验过，都差不多都确实能给到你阻力，而且给你的阻力呢也都差不多。就总之在健身模式下，你要去走路啊干嘛的，都是蛮容易出汗的。然后也有一些客人跟我们说，买回去了以后，他可以在家里面就是比如说外面下雨嘛，他可以在家里面扶着这个桌子或扶着墙就边看电视，然后边用健身模式原地练习抬腿，这个是蛮有用的那当然是很棒。只是说健身模式呢，Vigix 的拍是可以透过机上的按键去进入的虽然说比较复杂但是毕竟是可以点就把它点进去的但是 Hypershield 呢就要透过手机 APP 才能进入健身模式，所以就健身模式这一点操作上 Vigix 的0.5分因为这还是我觉得没有影响到非常大。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有关于这个机器性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咯这个部分也是 Hypershield 也可以拿到大量优势的一个部分。首先就是左右力道、左右腿的这个力量的这个设定 ，Vigix 的拍的话就是不可调就你只能调强弱，但是它的强弱呢，就是2腿同时强或同时弱，你是没办法针对单一的部位去做调整的。Vigix 的另外一款产品可以叫做 ANT H1 Pro， 但是那一款呢，在我看来就是稍微大了一点，重量也重了一点。最重要的是，它的价位已经来到了这个5、6万、6、7万的程度，所以我们目前还在评估要不要去引进。它的那一款是可以调的但是我觉得以它的这个尺寸或者是价位来讲，可能比较难推广，所以目前还没有进。那就是以目前这2款来讲，拍是没有左右力道调整的这个功能，而 Hypershield 就有。那 Hypershield 就在它的 APP 里面可以调这个左右的这个力道的扭矩但是也不是说把它，比如说我左边不需要，我左边调到0然后我右边需要这个完全正常2倍输出，也不是这样它有一个左右平衡的拉霸，可以拉到比如说150%，就是说如果你是右腿需要比较大的力量的话，右腿的力量可以大50%。我一开始觉得，如果是你的双腿都正常的话，其实你当然不会去用到这个功能。但是我们很多的使用者，由于各种不同的因素，某一腿就是特别的无力，你走路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是用另一只腿在拖着另外一只腿的。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Hypershield 左右电机的这个调整，对于所有的使用者来讲，都说是很满意的。然后很多人也是因为，虽然 Hypershield 跟 Vigix 有很多它的各自的优缺点，但是很多人是因为 Hypershield 有这个功能，所以他可以接受 Hypershield 的一切的缺点，就为了要这个功能。所以左右力道可以调这本身就是一个 Hypershield 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然后再来就是低速稳定模式这个低速稳定的这个功能也是只有 Hypershield 有，然后你可以在 APP 去开启的。低速稳定模式，我在讲 Hypershield 的那个影片里面有讲的比较详细。那我这边简单来讲，就是它可以让你在速度慢的时候，一样给你力量很大的一个输出。那低速稳定为什么有时候会有用呢？因为我们有些使用者，又回到了刚刚这个左右力道设定，他走路可能就比较慢了，但是他是需要很大的力量去抬起他其中一只比较无力的腿。那这时候如果是 Vigix 的拍的话，由于你的走路的速度是慢的，所以理论上它的力道也会跟着变小。那你走路速度是快的时候，它就会跟着变大。但是 Hypershield 的这个低速稳定呢，它开启了以后，就即使速度是慢的状况下，它一样给你很大的力道。那这对于一些比如说，我这个左脚有力，但是右脚无力，那我左脚正常的踏出去，然后我需要右脚拉起来的时候，第一，我可以把右电机调大一点，然后再加上因为我开启了低速稳定，所以即使我右脚抬得比较慢，但是它一样会给我很大的力量，就把我的脚抬出去了。所以左右力道设定加上这个低速稳定的话，就可以帮助到很多这个走路比较慢，或者是左右有特别哪一只脚特别无力的这个使用者，这也是 Hypershield 目前大家最喜欢的这个一个设定。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反馈的速度。反馈的速度有点像是他要怎么样知道他给你多少力量，他其实是先判断你之前的走路的模式，
啊，比如说你有往前，你有往前，然后它就会按照这个角度去给你力量。那所谓反馈就是它的灵敏度 ，Hypershield 就是可以调这个从平衡到比较偏慢或者是偏灵敏。好，那具体来讲是什么样的人会需要把它调得很灵敏？比如说你今天如果是骑脚踏车，或者是跑步，你的脚常常在做这种突然间瞬间的变化。你需要这个机器去跟上你的脚的不同瞬间，又往前又往后，又往前又往后的话，那你的灵敏度就要调高。那什么样的状况下需要把它调低呢？因为当你把它调高以后，你的一些微小的动作它都会给你力量，但是有时候其实你不是真的想要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有点神经质，它有点反应过度。所以说你把它调低的场合，就是一样是针对一些可能步伐比较慢，使用的动作比较慢的人来说，它就是可以稍微的 delay 一点，或许它给你力量的这个时间会稍微延迟一点，但是至少它给你的都是一个正确的，它不会因为说突然间你可能做了一个稍微的扭动它突然间就会把你带起来，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太过神经质的这个动作。那这个反馈的这个速度，Hypershield 也可以调。所以说在这3个部分。尤其这3个部分有时候是可以同时结合起来的，那这个部分是 Hypershield 大加分的地方所以说 Hypershield 这边一次得了3分。好，然后我们来讲一下陡坡缓降。陡坡缓降也是一个 Hypershield 的 APP 里面有的功能，但是坦白说，这边必须老实说，我真的没有感觉说开了陡坡缓降以后，在下楼梯或者是在下坡的时候，对我来讲有什么帮助。但是呢，又有一个这个使用者，他来店里面有试过，他确实觉得穿我们的机器没感觉，但是他买回去了以后，他觉得他穿的机器开了陡坡缓降以后，他又有感觉。所以到底是感觉的主观的不一样呢，还是说我们的机器由于是可能半年前买的，然后跟现在买的机器有什么硬体上的不一样？这个我就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在我目前的测试，陡坡缓降的这个功能不如你开健身模式对于下坡最有用。所以说这个部分呢，一个是没有这个功能，一个是有这个功能，但是没有感觉，所以说都没得分。好 ，OK， 然后再来就是运作声音了。运作声音的话 ，VGX 拍就只能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明显。好，那我们直接来打开这个是 Hypershield。我们把这个麦克风直接放在马达这边。基本上就是马达是没声音的啦。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大部分都是这个腿带裤子跟脚去形成的这个声音。但是 VGX 就相对是不是说肉眼可见，这肉耳可听到的明显的大很多。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来测试一下。其实就在我上一次去这个走这个冷情步道的时候这个从冷水坑往擎天岗的方向有一个连续的上台阶的，算是蛮陡的一个上台阶吧，连续的。然后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天色暗了嘛，然后我也比较赶时间，就想说把力量开到最大，然后我就是全力的往上奔跑。结果呢，甚至有一点吓到了这个对象从上面要往下走的一位阿姨阿姨就是刚才有惊到就是说，哇，这个年轻人，你的鞋子的声音怎么这么大？我说不是这不是我鞋子的声音这个是那个外骨骼的声音。然后外骨骼一下命就是又稍微这样聊了一下那确实它的声音是，尤其是当你在上坡或者是大出力就是它的这个马达运作的出力非常大的时候，那个声音真的是很大打开，剩余重量97%，标准标准模式下呢，这个声音还不只是说它马达里面在运作的这个声音，由于它的腿带是这样子，是可以伸缩可以调整的，所以包含到这个里面有一个滑块，这个滑动的声音也会包含在里面。那如果你今天是很激烈的在做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调到登山模式，然后调到最强，听听看这个声音。登山
7、8、9、10、11、12。好，这是拍的力道最强。好，比如说我现在在做一个比较剧烈的登山。哇，就是这么个声音，感觉自己都快要变机器人的一个声音。哦，所以说，我想应该是没有人会把声音大当做优点啦。哈，大部分都希望这个东西是安静的。那以这个普遍的标准来看的话，Hypershield 也是得到1分。好，在这个运作的这个安静程度上，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是负相关的啦，就是因为 VGX 拍声音很大，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它就是没有过热的问题，或许是齿轮电机，或许是就是它在这个机器上面开了很多的洞，比如说这边有一排小洞，让它的声音能够出来，然后下面也有一排小洞，估计就是拿来散热的，所以它的声音会特别大，但是它的散热就非常的好并且呢，我在上次爬这个金面山的时候，因为有一段非常陡嘛，是陡到它那个温度可能有上来，然后陡到它触发了一个小风扇，明显可以听得到有个小风扇在那边吹，就是在散热。当然又让机器变得更吵了。但是它的优点就是我目前这个怎么样的激烈操它就是没有过热过，没有过热这个状况发生。所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如果你今天是比较不在乎声音，但是你需要长时间激烈的去使用这个机器，而你不想担心过热问题的话，那在过热这一点VGX 得到1分。那刚好相反的话，就是这个 Hypershield 之前也提过了，我在夏天7月的时候，室外温度是35度，体感温度是43度的这个状况下，用拍去爬象山，大概10几分钟，它就已经呈现了这个过热的状态。然后那时候呢，因为它的 APP 里面其实有设定那个过热保护的程度嘛，那时候我是把它的那个过热的保护拉到最低，就是让它完全发挥性能，结果它就真的是可以热到宕机。那热到宕机不是坏掉啦，就是说热到它停止运作。然后这个 APP 上面就会显示，目前是过热的状态。然后这个 LED 的显示呢，也会给你跳这个红灯，红灯在闪，那就代表它过热，你必须等它自然冷却，才有办法继续使用。但是呢，像上周我是去这个走冷情步道，我一样是用的这个 Hypershield。那当然，因为冷情步道它不是连续的上坡，所以操驾起来就没有那么激烈，所以它没有发生过热的状况。那再来是由于那时候的室外温度是19度，然后体感温度也是可能更冷一点，可能是17或者是16度。所以我觉得在凉爽一点的地方的话，可能 Hypershield 的这个过热的问题就能获得比较好的一个解决。但是我们毕竟这边是台湾嘛，那 Hypershield 针对的是北美市场，所以你看它的广告或者是它的这个规格性能上，就特别有去强调，它的电池是耐寒电池也就是各位知道那个锂电池在气温低的时候，它的效能是会显著下降的但是 Hypershield 特别强调了。它的 Go X 用的是-10度耐寒电池，然后 Pro 跟 Ultra 用的是-20度的一个耐寒电池，所以可以感觉它特别的强调这个耐寒这一块。那我在想，如果你今天是在-10度，不要说-10，就算0度好了，或许在0度的室温下，你再怎么操它也没有过热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有一点像是两个设计的就不太一样。耐寒的部分，由于我们没有这个测试过，所以我现在没办法保证说 Hypershield 在这个-10度、-20度的状况下，就真的能有比较好的表现。这个是还没有测试。不过按照官方来说的话，耐寒应该是 Hypershield 比较好，那耐热的话应该是 VGX 比较好。但是换来的就是 VGX 的这个声音特别大。那如果你是 I 人想低调的话，那要不就走慢一点。如果你走慢一点的话，这个声音就有，但是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是低调的人，不想引人侧目但是你又要比较想要激烈的使用它，那这时候就会有一点两难。所以说在这个过热部分VGX 得1分，然后在耐寒部分未测试，但是理论上应该是 Hypershield 会得1分。好，那性能相关的部分大概就到这边。好，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它的一些其他易用性的部分。什么叫其他易用性的部分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用久了，还是要拆下来洗嘛，尤其是有时候用了会流汗，尤其夏天容易流汗，所以它这些跟人体有接触到的部分，绑带、腿带跟这个腰带是需要拆下来的洗。它的拆洗方不方便呢？就这个部分，Victrix 得分。简单来说就是由于 Victrix 的这个腿带是魔鬼毡，所以基本上你看你把它拆下来就已经拆一半了，另外一半只要再这样子。这个地方就直接可以丢去洗了。魔鬼毡它的拆下来，然后洗，然后洗完以后再安装上去也是比较快的，就基本上就是魔鬼毡嘛，你把它从这边穿过去，绑起来，这样子就完成了。然后如果你要另外一边也穿过去的话，也其实就是这样子，就这么简单。然后至于靠大腿前侧的这一片呢，它也是魔鬼毡粘上去的。所以要拆洗的话，就是直接这样子把它撕下来就可以拆了。然后至于在这个腰带的部分、腰片的部分啊，他们这个 Victrix 也是有没有？它的软垫的这边也是魔鬼毡粘上去的，所以只要这样子就直接拆下来洗了。所以说要洗的部分就只有这边腰片一片，腰片2片，然后腿带这样子就完成。然后在洗完以后，烘干完以后再贴上去也是非常快的。这个 Hypershield 就相对的困难一点。首先它在这个靠皮肤的地方，这个是大腿前侧靠皮肤的地方，这边是一个这样子可以绑上去的结构。但是你要把它完全拆下来呢，这边还比较简单因为这边比较短，所以你可以直接这边有个洞就这样子就把它给拆下来了。但是在拆到另外一边也就是这边的时候，你就必须因为这边一样是一个洞嘛，你要把它这个扣过去，但是你就要把这整个束带这个像背包的一个扣子的地方要整个拔下来这个就会确实就比较花时间一点所以说在这个 Hypershield 如果你是做租借或者是你很在乎这个干净的这个程度，常常需要拆下来洗再装回去的话，那 Hypershield 就会稍微比较花时间一点所以说在这个拆洗的这个方便性上面Victrix 得1分然后第二个功能是为其他的设备供电这个的话就是 Victrix 得分的。这个我之前已经讲很多次了，就是如果你今天要使用这个外骨骼的过程中呢就是说比如说有时候你手机突然间没电了或者是电量不够，有这个电量焦虑的时候在这个拍不论是拍或拍 Plus 其中的一边都是可以直接插上去这个 Type C 直接可以为你的手机充电，就直接用这个机器的这个电池为你的设备充电，并且它在为你设备充电的时候呢，这个外骨骼是可以继续使用的，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嘛。就像我们有些电动滑板车比较高端的 Segway 的电动滑板车在它的这个把手这边也会有一个供电口，可以让你这个一边充手机用滑板车的电来为你的手机供电。那 Hypershield 呢，首先由于它的放电口在正后方就在这个背后主机后方，所以你光是要把它，比如说它这时候应该在我的后面嘛，你光是要把它插上去，第一就比较难找到。不过这还是小事，最重要的就是当你用这个 Hypershield 想要为你手机充电的时候呢，Hypershield 本身就不能运作了它就只能要不就是这个机器动，要不就是为这个其他东西为你的手机或者摄影机充电所以说这个功能就有一点不实用啦那这个 Hypershield 这次 APP 有个改版，但是这个功能仍然是没有就是不能边使用边为你的设备充电所以说这个部分呢这个为其他设备供电的这个功能Victrix 得1分。那接下来讲的是这个配件就是说你买了这个机器以后，原厂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配件？那 Victrix 这边标配就给了你一个豆腐头豆腐头其实就是它的充电器它的充电器呢，其实就跟充手机的这个 Type C 的充电器是一样的只是 Victrix 给你的是65瓦氮化镓的一个快充头，然后也给了你一个充电线这条线给了你一条 Type C 的线，然后也给了你一个充电座。那Victrix 的充电座就是这个就是用这个充电座来为电池充电所以说基本上它都已经把这个需要的充电设备一次都给到你了。
线，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就是豆腐头。那当然，如果你是在户外，你没有豆腐头，这边直接接 Power Bank 也是可以充电的那你要为电池充电的话，就是这个充电座打开来，电池拿起来，就直接这样子吸上去，它是有一个吸力背后有磁铁，直接可以吸住卡住。那这样子就可以在家里面的话靠插头充电。那如果你这时候是在户外，比如说你现在用的是拍，这边装1颗，那你再加买1颗电池，那这颗没电的时候，加买的那颗换上去，没电的这个电池是可以这样充着，然后这边就可以接 Power Bank， 是可以放在你的背包里面充，然后走一走，这颗又没电了，那这边充好电是直接换上去，这是没问题的，所以说这3个东西它都有给到。然后除此之外呢，还给到了背带。就是刚刚有讲到的简易款的背带，拍是有直接给你的，配件算是比较完整一点，当然是相较于 Hypershare 啦。Hypershare 的这个配件上就给了相当的寒酸，基本上这个箱子打开来如果你买的是Go 的话呢，就只有这个箱子打开来，然后机上1颗电池，再附你一条 Type-C 的线，没了它没有给你这个充电的豆腐头，也没有给你这个充电座。那他们不叫充电座，他们叫充电管家。充电管家呢，你必须自己花钱买。我们买了，因为我们有蛮多的机器在做出租的，所以确实用得到一次，它可以一次充4颗电池。确实是用得到的。但是这个充电管家呢，官方的价格是$59，约1900块台币，就你还要花1900块去买这个你才能实现把电池拆下来放在上面充的一个功能。那如果你没有买这个充电管家的话呢，那它的充电方式就是直接电池要装在主机上的状况下，用 Type-C 直接对着整个主机充电。那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就有点不合理，对不对？就是如果你买的是 Go 的话，那还没问题，因为你本来就只有1颗电池，那它没电的话，你直接为主机充电，就是直接插主机为电池充电，这个很 OK。但是如果你今天买的是 Pro 或者是 Ultra 的话，你没有买这个充电管家，比如说2颗电池都没电了，那你就必须1颗先装在机器上面充电，然后充完这1颗再拔下，再换上没电的，再为它充电。这时候就显得很麻烦，你就会觉得好，那如果我是买 Pro 或 Ultra 的话，或者是我是买 Go， 然后我再加买1颗电池的话，那这个充电管家是不是就一定要买？那即使你现在买了这个充电管家，在我看来也是有一点小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电池放上去充电的这个过程它是没有卡扣的。就一开始当我收到这个，我没有看说明书，因为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应该不需要看说明书吧，所以说我就把它打开来，然后试着把我的电池卡上去，然后呢，我一直期待我会听到咔一声，或者是我期待它会有一个紧度，但是没有，它就是放上去而已，就真的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把电池放上去，卡扣的地方并没有去卡住这个充电管家。你看我手这样子，它就直接下来了。这样有什么样一个问题呢？当然，如果你只是把充电管家放在家里面比如说，我今天用完了2颗就放上去充电，这当然是没问题。问题是，如果你今天你要出远门你要进行一个比如说2天1夜甚至是3天2夜比较长途的一个爬山或者是健行的话，那你又买了，比如说你买的是 Pro， 那 Pro 的话你有2颗电池嘛，1颗装在这个机器上面然后1颗是多出来的。然后你可能觉得，这一次我需要的是更多的，比如说一天可能要走几十公里，所以你需要再买1颗。好，那你现在背包有2颗电池，机上有1颗电池，那机上这个电池，这个没电了，那你把它拆下来，换上1颗有电的，那你拆下来的这颗没电的电池，是不是就想要放在背包里面继续充电？但是当你把这个充电管家比如说它这边也是这个 Type-C 的头。我们这边一样把它接上这个 Type-C 的线，然后另外一边用 Power Bank 一样是可以为 Hypershare 的电池充电，但是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固定，所以当你电池放在这边的时候，你放在背包里面，这一定是随便晃一下，甚至你都不用走，它就已经松脱了。所以说你还必须要，如果你要实现它可以在你的背包里面充电的话，
那你还要拿这个顶灰布，反正就是要想办法把它缠起来，要把它固定住才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电池管架的设计真的是有一点太理想化了，它真的就只适合，你看它下面有3个这个矽胶的软垫，设计的非常精致，矽胶软垫让你放在这个一个平面上面啊，然后回家精致的把电池放下去充电，但是它是一个不适合放在背包里面随时为电池充电的一个设计，所以说就有这么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配件的方面啊，以及我们刚刚是把下面的那一点就是充电的方便性直接2个一起讲了就这个方面的话呢，那这个 VGX 拍分别又得了2分，就充电来讲。确实 HyperShield 比较麻烦一点充电使用起来没那么方便。好，那最后来讲一下它的这个收纳以及携带性。那像这个拍的话呢，就是它是可以拆的，就是它左右快拆的部分，不只说是快拆跟快装，就是你今天要把它带出国，或者是带去爬山，还带去哪里，你可以直接把这2个橘色的这个拆起来，它的主机就只剩下这样小小的一台。然后腿杆的部分缩到最短，往内一凹，然后另外一边也是缩到最短，往内一凹，它是可以缩的这么小一个，这就是它的主机。然后再加上你拆下来的这2个绑带呢，你把它这样子一放，是不是体积就蛮小的？就是比较方便放在包包里面携带啦。然后 HyperShield 的话，由于它就是一键式的，它就是整个机器。是不可再做其他分割的腿杆、主机就是电池可以拔下来，其他的部分你要缩小它体积的话，就只能就是把这个腰杆的部分缩到最短也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把它腰带缩到最紧缩到最小，然后腿杆的部分就是稍微让它交叉一下呈现一个 X 型的状态。这个就是它最小的一个收纳的一个空间了，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比较占空间一点啦由于不能拆所以说在这个收纳跟携带的方便性上面就是VGX 的1分。好，那这样子一整个看下来我们就算是对这2个品牌的这2个型号产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好，那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能够看到这边，因为光我自己讲解都讲解得很累，如果各位还能看到这边的话，那代表你们对这个外国格产品或许真的是有需求，或者是很有兴趣。好，那谢谢你能够听到这边。那我这边也稍微总结了一下，因为前面唠等讲了这么多，我现在就来讲一下一些比较关键的我们这边会采用一个排除法，就是不适用人群，因为优点都讲了，缺点也讲了，但是有一些缺点是直接会让你无法买这个产品这是我们那么多的这个客户来体验之后的一些感想。那我这边可以提前跟各位分享一下。首先我们先来讲这个 VGX 的拍。那第一个就是肚子过大的人肚子过大的主机下垂的问题。因为这样子所以说很多本来是喜欢 VGX 的人，那最后还是选择买 HyperShield， 所以肚子过大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非常介意运作声音的人就是 I 人或者是想低调的人，他真的觉得他想要穿这个东西，但是他不想让人家觉得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或者是不想要引人侧目的这个人。但是虽然啦是这样讲，但是 HyperShield 由于如果你是买那个 Go 或者是这个 Pro 的话，前面银色的这2根，也是蛮明显的啦。对，所以说，但是可能声音就真的是很安静，所以有些不喜欢这种叽叽咔咔这个像机器战警一样走路的声音的人那可能也不适合买这个拍。然后再来就是第3，常常需要前蹲的人虽然说我目前是没有遇过哪个使用者说常常需要做这个前蹲这个绑鞋带的动作但是或许有这样的一个人群吧。但是那就是常常需要蹲下的人，那就也不适合这个拍。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比较重要，就是需要加强单边的力道的人也就是单一腿比较无力的人那拍对你的帮助也确实比较有限一点然后再来就是步伐缓慢却需要比较大力量的人这时候就不论是单腿或者是双腿了
有些我们的使用者，他走路双腿都是正常，他没有说哪一只腿特别的无力，但是他走路就是比较无力，比较慢一点。但是由于如果你走太慢的话 ，Victrix 拍它给你的力道就是很小，所以导致就是又慢，然后力道又小，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用。好，那相对的 Hypershield 的话，它可以在走路慢的时候又给你比较大的力道，他就会觉得这东西比较有用。好，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买这个产品是要拿来比如说其中一个用途或者是主要用途是要拿来骑脚踏车的话，那拍的话就是也有帮助你抬腿啦，但是它在骑脚踏车这个下压的动作就不是那么明显。这个部分也是可能比较不适合。好，那不适合人群 Victrix 的拍大概是这样子。好，那 Hypershield 不适合的人是哪些人呢？第一个就是过瘦比如说45公斤、40公斤以下，我们的过瘦大概是这个体重。然后再来就是腰围或者是腿围过小的人也就是腰太瘦或者是大腿太细。那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40公斤以下的人然后这个过高，也如果你的身高是185的话，其实是还可以用的但是它绑的地方就会一直很偏上面的，这个力量的输出就会对它来说没有那么完全。然后如果是190以上的话，我们目前是还没有遇到，但是我们预估可能190公分以上的人，因为他这个腿越带越上面了嘛，他给你的这个力量或许就不如绑在膝盖上方这边这么好，就应该还是可以用啦，只是它的力量可能就是稍微会没有那么完整的输出。那但是相较于这个过瘦来讲，我觉得过高应该还是可以但只是如果是这个太矮或者是太瘦的话就没办法用。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手指不灵活的人因为你要开髋肌、切换模式这个加强力道怎么样的话，都是需要靠你一个手指头去按一个按键，所以如果你的手指没办法灵敏的去做点2下、点3下。先短按再长按，没办法去做这些动作的话，那你就会常常误触。明明想要加力道变成减力道明明想要这个切换模式却变成暂停就是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手指不灵活。再来就是这个生活中常常需要靠背的人，所谓的靠背就是坐下靠背就是说你要坐下，而且是要坐在有椅背的地方比如说常常需要开车上下车，或者是常常需要坐车上下车。或者是需要常常在轮椅上面坐一下轮椅，然后站起来的人总之你需要坐到后面有靠背的话，那 Hypershield 可能就不太适合。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不会或者是不熟悉使用手机 APP 的人因为 Hypershield 很多很强大的功能都是要靠手机去实现的，所以如果你自己没办法比较好的去使用手机的话，那这个方面可能就也比较不适合。但是确实这个东西是可以透过一个东西去弥补，就是比如说身边有人可以帮你做设定，或者是说你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当场依照你的需求帮你设定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那你就不要去动它。那这样子的话，因为它设定了以后，这些设定是会保留在这个机器里面的，只要你不要去按重设或者是其他的去乱调，那基本上它是不会改变的。那或许这样子还可以但是就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偶尔需要调整才能够用的人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你自己要学会用 APP 那不然的话这个就没办法完全去发挥这个 Hypershield 的这个性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使用环境热，并且会长时间比较激烈的使用的人，可能也比较不适合 Hypershield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在你的室外环境比较热，然后长时间做激烈运作的话，它很高的几率会过热。那当然它这个新版的 APP 他们有这个改版过了，我在上一部影片就是那个走冷情步道那边有讲过，就是他们有把这个过热的那条把原本从一个把的一个左右拉的选项变成直接3种模式让你选一个叫做极致冷却就是永远不会过热，但是你的效能会受到限制。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完全的是极致性能就是它可能会热当，但是在它热当之前呢，它可以完全100%的发挥它的性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间就是均衡平均的这个
过热风险跟这个性能输出啊，它做一个平均值。但是总的来讲，它就是比较容易有这个过热的问题。好，所以说如果你是这样子哈，又热又长时间激烈使用的话，可能也比较不适合这个 Hypershield。除此之外哈，那到底喜欢哪一个？像哪个好看，哪个不好看？哦，这个好不好穿脱？我觉得都不是影响太大哦的一个考虑的一个决策。好，那这边的比较呢，就到这边就结束了。那各位可以参考，不代表100%是正确的。或许我讲的跟你实际上来体验使用的会有一个不同的感觉。这个还是欢迎你来我们这边去实际上去做体验。对了，为了让这个来体验外骨骼的人能够感受一下这个上坡的感觉，我们也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上坡机。是由于我们在展场的时候有用到这台机器，觉得还蛮有用的，所以说我们就买了一台放在店里面，然后你就可以穿着外骨骼，这边就跟这个一般的走路机一样，就可以在室内体会一下这种在走上坡路的感觉，然后也可以拿来验证说，这个外骨骼到底有没有用。那就欢迎再来我们瑞德的实体店面来测试。OK。